今天我们要逛兰州人气最高的早市，体验一下兰州小巷弄里面的烟火气，顺便看看兰州这边的物价如何，还要吃据说兰州最好吃的包子。不过兰州人的早晨呢，都是由一碗牛肉面打开的。今天我们就试看这个老字号的蘑菇盐牛肉面。走，你好，我要一个牛肉面，然后肉蛋双飞。看一下师傅拉面。 你好，我要一个3系。正常就好了。OK。好，谢谢。帅哥，给我个胸叉好吗？这个是好吃的是吧？ 这种小粒的就是配牛肉面的，这边是蛋跟小菜。哎，好，不用多一点就好了，都是类似泡菜是吧？啊，来拿到牛肉面啦，动作真的很快，不愧是中国3大快餐之一。哪3大？沙县小吃、黄焖鸡米饭，然后还有兰州牛肉面。但是黄焖鸡米饭好像，哎，抖音也会有。这个是师傅。那我查了半天呢，大家都说啊，一碗兰州牛肉面吃出兰人的丝绸，就是在外的兰州人就是缺这一碗牛肉面。啊，汤清而鲜，有厚度的，不咸，可能是目前吃到最合我口味的。来，进来马上捞个面吃。放了稍微久一点，所以有一点点软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面的筋道。那我今天点的这个面呢是3系，这个呢本来是没有的，本来只有细跟2系。那可能很多澳洲来的客人，简称澳 K， 可能说，哎呀，师傅我要细的粗一点，那这个比2系再细一点，就这样，哎，就加了个3系进来。所以呢，它是细，也就是1系，然后再3系，再2系，这个顺序就有点混搭了。 来，现在马上把肉泡到汤里面，来，再把这个蛋也丢进去，一筷子把它肉全部夹起来，哇，挺漂亮的。一口吃会不会有点奢侈啊？来，这个肉有肥有瘦有筋，嚼起来真的很香，尤其是脂肪的地方，跟牛肉汤里面泡一下，融合那个牛肉的鲜味，哎，真赞。哎，吃完卤蛋，每次看到卤蛋，我会想，兰州人是不是筷子功特别好啊？试看看吧。 蛋白弹，乳香味浓，这个好吃的卤蛋。小菜，这个感觉像兰州的泡菜。精粹酸爽，真开胃啊！就兰州泡菜，怎么样？也要混点红油。小菜2号，这多了豆香。吃好了，谢谢哈，拜拜。拜拜。 下一站逛早市啦！这一进来真的热闹得不得了啊，真的是满满的烟火气，都有点走不动了。那甘肃因为地势高，早晚温差大，土地又相对的比较干，所以产出来的蔬果其实味道特别好，特别甜，特别脆。我都不知道甘肃也产草莓了，好漂亮啊！怎么卖的啊？小的15一斤啊，15一斤的，还挺便宜的，15一斤。蓝莓、葡萄8元一斤，这样一盒10块钱。 1斤5块的芒果，这边刘家峡草莓才10元一斤。大西北的洋芋也特别好啊，你看这一大个3斤5元。菠菜、油菜、小白菜1把1块，1把都1块呢，真便宜啊！哇，你看好多的饼干，10元一斤哎，用斤卖的饼干。甘肃呢这种根茎类洋芋红薯种的特别好，这个1斤才1块呢，哇！这种梨1元一斤呢。大家看这边这个就是现在很火的甘肃天水的干谷辣椒啊，它有很多品种。 这种呢是比较不辣的，就是皮厚，咬起来香的。各种各样的五谷应有尽有啊，还看到好多海南的菠萝，还很便宜呢。但遇到甘肃来也不容易。这边还有卖各种茶的，这应该都是绿茶。甘肃这边呢也特别喜欢喝绿茶，跟江浙沪很像。大家这边就是甘肃特产的百合，从3年到8年都有。这个是7年的，7年的是1斤60块钱。我甘肃朋友说啊。 他们才不吃这个，都是南方人来把这个价钱炒高了，因为它吃起来又脆又甜，跟甘肃当地就是种香料的口味稍稍有点不同。但是其实真的百合是很好吃的。
大家看这个好大好大的锅盔啊，它中间那个圈呢，就让你好携带或好挂着，就是符合这种懒人的那个特性。懒人锅盔向全国人民问好。这个一个多少钱啊？这一个才卖的15块钱。来试一下这个叫做石子馍。好吃吧？酥脆，很香啊，不错，好吃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买个小馒头，这种嘎吱嘎吱啊，停不下来的。兰州呢，因为黄河流经，其实也很喜欢吃鱼的。黄河鲤鱼也是一个名菜，越往里面走，真的寸步难行啊。不过这个真的就是大家来买菜的早市，吃早餐呢，还得等一下去找包子吃。哇，这个才5毛钱，这是这边的苹果啊。对，大家看现榨的芝麻油呢，在旁边那个香味啊，真的扑鼻而来。然后它再慢慢这边挤出这个油渣来，也是挺有意思的，真的是真材实料的芝麻油。这个老板还在旁边看着呢。现在走到一个豪宅的小巷啊，旁边就是铁轨，火车呼啸而过，哇，烟火气真的很强烈。我还想找个羊肉摊看一下，这边羊肉多少钱？毕竟吃了个46元1斤的手抓，那对羊肉价钱蛮感兴趣的。这边羊肉怎么卖的啊？24块1斤是吧？自己买羊肉的话是241斤。所以手抓46还是真的是很便宜。这边就看到几个甘肃最常用的调料了，13香、白胡椒还有花椒。这边有点太挤了，看到吃的也没办法吃。我们走出去啊，找点早餐吧。这些都是正宗干骨辣椒。你看这个流量蹭的可好了，大家看这边也有东北冻梨呢，哇，一个8块。原来我昨天在牛肉面馆吃的那个是冻梨，吃起来味道确实还不错。来，过完早市就吃这个高家甜食店吧，来点甜的，来点油炸的。补充一下精力，走。里面包的是什么？就是说5仁馅，芝麻、核桃仁、玫瑰啊，5仁馅。对。正在炸的油糕呢，那我一个3盒，一个油糕，然后再一个让皮，好吗 ？OK。这油糕那就是没吃哈。啊，哇，这大麦仁是吧？对对。原理一样的。啊，先放灰豆子。灰豆子啊 ，OK。这个是蓬灰吗？还是就加碱呢？这是蓬灰，蓬灰的啊，这酒酿甜胚子3盒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没吃，还加点糖，好，谢谢。芥末、蒜水、芝麻酱、醋，这是辣子，哦，漂亮漂亮，好，谢谢。这边是切金糕，榨菜飞面，这是特色甜粽是吧？啊，糯米的啊，哇，这碳水爆炸的一餐呢。本来呢就想那个是个灰豆子跟甜胚子这边特色，那不知怎么呢就整了个6样东西，有粽子，有油糕，然后还有金糕，然后呢加了个酿皮，最后呢就是这个3货，这个算是兰州特色。我们先试看看啊，来拌一拌拌一拌啊，里面那个黑黑的豆子呢就是蓬灰加上豌豆去煮的，那甜胚子呢就是大麦仁，就照酒酿的方式去发酵的，里面呢还加了一点点酒酿，加了一些坚果。来，马上吃一口啊。哇，这灰豆子口感其实跟红豆泥有点像，就一抿它就沙沙的化掉了，微微的回味呢，有一点那种大麦仁的颗粒感跟那个酒酿的香气，不错不错，好吃的老板。八角和豆子好，兰州的，这是兰州特色。来下一个，这糖油糕，这个糖油糕呢，中国大江南北好像都有，就是里面包的馅不太一样。最早嘛，可能在唐代就出现了，这以前啊，可是个非常高档的甜品啊，能够买这个的吃的都是达官贵人。现在嘛，因为油很普遍了，就变成大家都可以吃了，也是科技的进步啊。来试看看啊，哇，外面很酥脆，里面有点软糯，玫瑰的香气非常浓，甜度说刚好不会过甜，不错，好吃的。来下一个是让皮子，我吃的这个是水洗的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拿水去洗这个面团，把筋性全部洗掉，用最后面那个面粉水来蒸出这一条一条的面，就是凉皮的替代品。吃看看啊。滑弹果冻般的口感，在你嘴巴里面还会跳动呢。因为它的味道除了红油的香以外，还有芝麻香，还有蒜汁，还有芥末，还有醋，五味杂陈的感觉啊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不错。吃水洗酿皮呢，肯定是会有面筋的，因为它们是半生的关系，同时产生的。来吃看看啊。弹一咬下去之后，汁都爆出来，嘎吱嘎吱那样感觉，哇！好吃的这个，来下一个金糕，这跟西安的蒸糕有那么一点相似，都是糯米跟红枣，不过做的方式不太一样。来，我们试看看啊，一口啊，
香甜的红枣香、蜂蜜香，加上糯米啊，软软糯糯，带点甜那种感觉，就是甜度稍微高了一点。最后还有个粽子，这是芦苇叶包的，试试看。香甜，然后真的有一股那种叶子的香气，原来芦苇香是这个感觉。老板好，拜拜，谢谢，好吃哈，拜拜。来，前面最后一家，据说是兰州最好吃的包子，胡家包子，去试看看，好吃吗？好吃的哈，好，大姐认证，我去试看看。真的是人山人海，没有看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包子的。老板你好，我要红萝卜、韭菜跟糖包子，来这边吃，等5分钟是吧？好，可以。糖包子，糖、韭菜跟胡萝卜各5个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吃个包子可真不容易啊！而且这种口味得买5个，买了15个包子，糖包子，这边是萝卜的，还有韭菜的。来，第一步呢，先倒辣油啊，感觉辣油沾包子是必须的。来，我们先从这个韭菜的吧。这包子个头其实不算大，但是啊，感觉沉甸甸的，料很多啊，一口啊。鲜韭菜香，肉香，确实是个质量不错的包子。下一步啊，要淋辣油啊，沾的辣子啊，感觉就香了，一口。我听说啊，正确打开方式啊，可以直接在包子上面加辣油。这个辣油浇下去啊，必须要用筷子了，一口。胡萝卜牛肉，虽然我不喜欢吃红萝卜啊，但是加牛肉包在包子里面啊，又甜又鲜，确实不错，好吃。第2口来，沾点醋。更多了一层酸味，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不沾醋的，原味啊，其实就很好吃了。来，最后糖包子，虽然说兰州人啊，万物都可沾辣子醋，糖包子就不用了吧？一口啊，哇，满满的油冒出来啊，哇，玫瑰香、白糖甜，包子的嚼劲在一起，这糖包子其实比另外2个都还惊艳呢。哇，那包子的由来大家知道吧？这以前的影片我讲过，包子其实最早都叫做馒头。据说诸葛亮降服了蛮族以后呢，规定他们不能用人头祭祀了，就用这个面啊加了馅做成了一个馒头，蛮人的头颅用来祭祀。然后再到后面呢，好像到了宋朝以后啊，才开始慢慢的跟包子分家了，馒头变成实心的，包子变成包料的，就这样传下来的。不过老实说啊，包子再好吃还是包子，就是个新鲜实在的包子，就真的要排队来吃吗？我觉得还是排牛肉面比较实在。好吃哈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真的是碳水爆炸的一集啊！那今天的早餐早市，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拜拜。